中国经济已露出狰狞的伤疤。最新金融数据如同一记重拳，直击每个关注经济的人的心脏。居民贷款同比暴跌86%，创下至少10年最低纪录。这数字触目惊心，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挣扎与绝望。企业中长期贷款萎缩13%，而政府债券净融资却暴增1.7倍，社会融资的增长几乎全靠政府债务硬撑着。这是什么景象？一个国家，居民不敢借钱，企业不敢扩产，政府却在借债狂欢，这难道不是经济走向深渊的前兆吗？今天，在野就带大家扒开这些冰冷数字下的真相，看看中国经济到底有多惨。先说居民贷款，这组数据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2025年头2个月，居民新增贷款仅547亿元，同比下降86%，这可是10年来从未见过的低谷。根据财联社的报道，一些银行甚至把消费贷利率压到了2.49%，比过去的房贷利率还低。可即便如此，老百姓还是捂紧钱包不敢借。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债务已经把中国家庭压得喘不过气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披露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居民杠杆率已逼近65%，远超许多发达国家。而社科院的报告更指出，部分城市家庭的债务收入比甚至超过200%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家庭每赚100块钱，就得拿出200块去还债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老百姓现在进入了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，啥意思？就是收入预期不稳，房价还一直跌，家庭资产缩水严重，大家只能拼命攒钱还债，哪还有心思贷款消费？央行2024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，只有12.8%的居民认为未来收入会增加，超过25%的人担心收入会减少。更别提房价了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平均下跌8.3%， 2025年头2月跌势不减，部分3、4线城市甚至暴跌20%以上。资产缩水，收入堪忧，谁还敢借钱花？于是消费贷利率再低也没用，老百姓宁可勒紧裤腰带，也不愿再给自己套上债务的枷锁。再看企业这边，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2025年前2月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减少13%，这意味着企业压根不想扩产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从2024年的9.1%跌到了2025年年初的6.8%，创下近年新低。与此同时，表外融资却激增了30%以上。啥叫表外融资？简单说，就是不记在企业账面上的借款。国企和大型民企仗着自己的地位，能从银行拿到低息贷款，可他们往往不需要这些钱，于是转手放贷给中小企业赚息差。而中小企业呢，由于缺少抵押物，信用评级低，根本不符合银行的风控标准，只能被迫从表外借高利贷，利率动辄15%至20%，甚至更高。这种现象有多严重？根据最新爆料，有网友透露，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在2025年初平均达到18%，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才3.5%左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中小企业借一笔钱，利息成本是国企的5倍以上。可即便如此，很多小企业还是借不到钱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订单减少，工人流失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1至2月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2.7%，中小企业利润更是暴跌25%以上。扩产，别开玩笑了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。居民不敢借，企业不敢投，经济怎么办？全靠政府硬撑着。
2025年头2月，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9.29 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多 1.32 万亿元。听起来挺唬人，但细看结构就吓人了。政府债券净融资多增 1.49 万亿元，而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增量却同比减少1700亿元。这意味着社融增长的 90% 以上都来自政府借债。根据财政部的数据，2025年1至2月，政府债券净融资额同比暴增 166.8%， 达到 2.39 万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政府借这么多钱干啥了？理论上，这些钱应该投到基建、产业扶持，拉动 GDP 增长。可现实呢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头2月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 4.1%， 比去年同期还低 0.1个百分点。政府手里多了 1.7 倍的钱，投资增速却不升反降，这钱去哪了？答案藏在财政部的另一组数据里。2025年头2月，债务付息支出超过1500亿元，同比增长 19.7%。原来政府借的新债大部分都拿去还旧债了。根据 IMF 的估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超过60万亿元，2025年还在继续膨胀。这些隐性债务的利息成本有多高？财政数据看不到，但市场传言，有些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高达 8% 至 10%， 远超官方公布的国债利率。更可怕的是，政府花钱效率低得惊人。过去10年，中国每新增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带来的 GDP 增量从 0.8 元跌到了现在的 0.4 元以下。2025年，政府依然把钱砸在基建和所谓新质生产力上，可这些领域早就产能过剩了。比如光伏行业，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光伏产能已达全球需求的2倍以上。2025年还在继续扩建，结果就是价格战加剧，企业利润暴跌，供给过剩，需求不足，政府的钱非但没刺激经济，反而让通缩雪上加霜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1月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3.5%， 2月下降 3.8%， 通缩压力比2024年还重。说到通缩，就得提货币宽松。央行从2024年底开始放水，降准、降息轮番上阵，2025年还在加码。可效果呢？钱没流到居民和企业手里，反而全被政府和低效部门吸走了。根据央行数据，2025年1至2月 M2 广义货币同比增长 8.7%， 但社会融资中企业和居民的占比却从去年的 35% 跌到了 28%。 这说明啥？货币宽松政策非但没刺激消费和生产，反而加剧了经济失衡。为啥会这样？原因很扎心，居民和企业借贷意愿低迷，而政府借钱没上限。有经济博主爆料，2025年初，某国有银行 90% 的新增贷款都给了地方政府和国企，中小企业连贷款申请表都递不进去。结果呢？钱都流到了效率最低的部门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，中国政府投资的边际产出效率在过去10年下降了 50% 以上，而民间投资的效率是政府的2倍。可现在民间投资被挤出，政府投资独大，这不是经济自杀是什么？现在的中国经济用4个字形容最贴切：民不聊生。居民不敢消费，企业不敢投资，政府借债度日，结果就是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存。2025年头2月，全国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3%， 比2024年同期低了 1.5个百分点。消费疲软，工厂却还在拼命生产，导致库存堆积如山。根据工信部的数据，2025年1月，
全国工业企业库存同比增加 15.6%， 创下5年新高。产能过剩有多严重？拿钢铁行业举例，中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仅为 71%，2025年还在下滑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对华钢材加征 25% 的关税，出口市场萎缩，内需又起不来，钢企只能降价求存，结果是全行业利润暴跌 30% 以上。类似的例子还有汽车、家电、纺织，过剩的产能压低物价，物价下跌又让企业和居民更不敢花钱，经济就这样陷入了通缩的恶性循环。居民信心跌至冰点，央行报告藏不住了。说到居民信心，那就更惨了。央行2024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，只有 7.5% 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好， 55.3% 认为就业难或看不准。收入信心指数跌至 45.2%， 比疫情期间还低。财政部和统计局的数据早就暴露了一切。2025年头2月，全国税收同比下降 3.9%， 企业所得税更是暴跌 10.4%。企业不赚钱，居民没收入，政府还指望靠发债救市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2025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辆失控的列车，居民被债务压垮，企业靠高利贷苟活，政府靠借债撑场面。货币宽松失灵，通缩愈演愈烈，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双重夹击下， GDP 增长成了一个虚幻的数字。财政部的数据告诉我们，政府花了3万多亿补贴海外消费者，却只拿出3000亿给国民以旧换新，这胳膊肘往外拐的劲儿，真是让人稀罕。川普喊美国优先的时候，美国人拍手叫好，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得先顾自家。可中国呢？补贴美国人的钱是补贴国民的10倍，每10块税款里有1块送给了老外，这账谁算得下去？中国需要的不是新质生产力，而是人民优先。再不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，政府债务只会越背越多，最后只能加税还债。到那时，居民信心彻底崩盘，经济还能撑多久？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请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、转发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经济的真相。我们下期再见。